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跟大家聊一聊，经常喝小米粥到底是升血糖还是降血糖？我们早知道早安心。刘大叔今年58岁了，他平时身体还可以。前一段时间，刘大叔去体检的时候，发现血糖有点高，随后医生告诉他需要控制饮食，像稀饭类的食物就尽量的不要吃了。听了医生的嘱咐后，刘大叔也改掉了自己20多年喝稀饭的习惯。今天早上，刘大叔去早餐店吃饭，遇到了邻居。邻居看到刘大叔只买了鸡蛋和包子，就问他：你为何不买小米粥了？刘大叔表示自己最近血糖有点高，医生不让喝粥。邻居听到刘大叔的解释后突然笑了，并且说了，早餐喝点小米粥是有利于控制血糖的。听了邻居的观点后，刘大叔一时有点迷茫了，因为他也不知道小米粥到底是升血糖的还是降血糖的。毕竟小米也是属于粗粮的一种，经常吃应该能够帮助降血糖。一时之间，刘大叔也开始困惑了。在现实的生活中，不少朋友可能都有和刘大叔一样的困惑。那小米粥到底是升血糖还是降血糖呢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。都说喝粥对身体好，但是为何很多专家都不建议喝粥呢？我国从古至今都有喝粥养生的说法，但是为何又有很多的专家不建议喝粥呢？其实上面的这句话也对也不对。在古代，由于科学的技术不发达，所以那个时候吃的粥都不是精加工的。古代的粥有点类似五谷杂粮熬出来的，它的营养价值远比现在的白粥高。很多专家提到的不建议喝粥，他们说的粥主要就是指白米粥。现代的大米都是精制的，和不是精制的大米相比，它的含糖量以及其他的杂质都少得多，这样的话其营养价值也大打折扣了。客观来说，白粥中含有的主要就是水分和碳水化合物，其营养价值是比较低的。虽然里面也含有不少的维生素、矿物质，但是由于含量低，所以可以忽略不计。在早晨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应该适当的多吃一些有营养价值的食物，比如牛奶、鸡蛋等。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小米粥吗？很多糖尿病患者可能会被医生告知不能喝粥，那这种观点是否有道理呢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升糖指数。在临床上，升糖指数是用来反映升糖快慢的一个名词。如果食物的升糖指数超过55至70，那就可以认为是这种食物的升糖指数高。一般来说，升糖指数越高，而这种食物对血糖的影响也就越大。因此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，适不适合吃高升糖指数的食物的？权威的数据证实，小米粥的升糖指数是61.5，属于中等升糖指数食物。中等升糖指数食物对血糖的影响不是很大，因此糖尿病患者不是不可以喝小米粥。这里需要注意，如果控制喝小米粥的量，少喝点小米粥也是可以的。当然了，小米粥的升糖指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如果我们采取一些措施，那就可以降低小米粥的升糖指数。在熬小米粥的时候，尽量的不要熬得太烂。小米粥刚熟就可以停止加热。粥的主要成分就是淀粉，如果长时间熬，那就会引起淀粉葡萄糖链的断裂，进而增加粥中的单糖和双糖的含量，这无疑更容易的让血糖快速的升高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可以在小米粥中适当的加一些蔬菜肉类。在喝小米粥的时候，尽量在小米粥冷凉以后再喝。很多医生之所以不建议糖尿病患者喝稀饭，主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不太会降低稀饭的升糖指数，而且他们喝稀饭有可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喝多了。为了安全考虑，所以很多医生一刀切地告诉糖尿病患者不要喝稀饭。网上还有一些观点认为，经常喝小米粥能够降血糖，其实这种观点并没有什么证据，因此不足为信。综合以上，
糖尿病患者不是不可以喝小米粥，但是一定要控制量，否则就容易引起血糖快速的升高。3.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，在粥的选择上有所不同。虽然说粥容易引起血糖升高，但是杂粮粥的营养价值还是比较高的。虽然杂粮粥营养价值高，但它并不适合所有的人。不同人的粥的选择上，其实还是存在着差异的。具体的总结为以下2点。1. 短暂肠胃道功能不好的人。很多朋友可能听说过喝粥养胃的说法吧？其实这个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粥如果熬得比较烂，那它肯定是比较容易被消化吸收的。这里需要注意，对于那些肠胃道不好的人来说，长期喝粥对于胃肠道也不一定是好事。这是因为粥太容易的消化了，长期喝会让肠胃道得不到锻炼。对于那些短暂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来说，可以吃一点白粥，里面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红薯山药，但是不要放得太多，否则一样会加重症状。另外，对于慢性病患者也需要控制喝粥的量，不能喝得太多。2. 慢性病患者、肥胖者。对于慢性病患者和肥胖者来说，他们的肠胃是正常的，因此在粥的选择上可以喝杂粮粥。在制作粥的时候，可以在里面加入薯类、黑豆、花生、燕麦、玉米、山药等，尽量不要在粥里加入糖。在熬粥的时候，尽量不要熬得太烂，否则一样也不利于身体健康。之前权威医学杂志《柳叶刀》就曾经提到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增加可能和低质量的碳水有关。这里说的低质量碳水主要就是指升糖指数高的食物。另外，高升血糖指数的食物也不利于肥胖者减肥。当肥胖者吃了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以后，就会引起血糖快速的升高。人体为了控制血糖的稳定，就会分泌很多的胰岛素。而胰岛素降低血糖的机制之一就是促进糖类转化为脂肪。这样的话，无疑就会增加减肥的难度。糖尿病人因为胰岛素的原因，对血液里的血糖控制的差，所以糖尿病患者在进餐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。1. 食量适量。糖尿病患者需要遵循规律进餐，食物的量应该适中，过多或者是过少都不利于身体的健康。2. 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。糖尿病患者应该注意控制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摄入，合理安排膳食结构，尽量减少高糖高脂肪食物摄入。3. 吃慢消化的食物。糖尿病患者应该选择一些慢消化的食物，如粗粮、蔬菜、水果等，有助于降低血糖。总的来说，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应该以低脂、低糖、低盐、高纤维为主，做到规律进餐，食物搭配均衡，控制饮食量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，才能够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